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今天咱们得好好聊聊洛杉矶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事儿。这新闻简直比好莱坞大片还精彩，充满了火药味和戏剧性，让人看的是心惊肉跳，生怕下一秒就擦枪走火。你们听说了吗？特朗普总统大人，他老人家在白宫里对着记者们大放厥词，把洛杉矶那些抗议的人们描绘成职业煽动者、叛乱分子、坏人，字字句句都像一把把尖刀，恨不得把他们统统送进牢里。我的天哪，这话说的简直像是在给一锅沸水又加了一瓢油，把本就紧张的局势推向了更高潮。他甚至还点名加州州长纽森，说他极不称职，工作干得很糟，应该抓起来才对。你们品品，这话有多狠，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呀！要知道，纽森可是一州的行政长官，这样公开叫板，真是把政治舞台变成了拳击场，拳拳到肉，让人看得直冒冷汗。有记者就提到了纽森州长之前说的，总统大人是不是想挑起内战？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特朗普总统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正相反，我不希望发生内战，但大家任由像纽森那样的人行事，才会发生内战。哎呀，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意思？他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仿佛内战的导火索根本不是他，而是别人放任了错误的行为。这种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的姿态，真是让人又气又笑。他还补了一刀说，我喜欢纽森，之前我和他相处得很好，我们之间没有问题，但纽森非常无能，这话就更绝了。先给个甜枣，再来个大棒，典型的先扬后抑，把纽森贬得一文不值，仿佛纽森不是他以前的朋友，而是个让他不得不痛心疾首的无能之辈。不过呢，咱们也得站在纽森的角度想想，之前特朗普直接调遣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这可把纽森气得七窍生烟。纽森直接把特朗普比作独裁者，对着当地媒体，那语气简直像被惹怒的雄狮，咆哮着说，特朗普不是为了建立和平，他是来打仗的。特朗普想在美国街头发动内战，而不仅仅是在这里。你们看，这可真是针尖对麦芒，火星撞地球，双方你来我往，言语交锋，简直就像两只斗犬，咆哮着，撕咬着，谁也不肯退让半分。我的天，这简直就是一场语言上的内战预演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人都把内战这个词挂在嘴边，仿佛他是一个随时可以被召唤出来的魔鬼。这背后折射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两个政治人物的口水战，更深层次的是美国社会内部裂痕的不断加剧，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权力边界的模糊与冲突。我们来看洛杉矶的示威活动，表面上看是民众对某些政策的不满，但实质上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深层的矛盾和情绪。当总统用职业煽动者、叛乱分子这样的标签去定义抗议者时，他实际上是在剥夺这些民众表达诉求的合法性，将他们推向对立面。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让原本可以对话的群体变得势不两立。而纽森的反击虽然情感色彩浓厚，但也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联邦权力对地方自治的侵犯。当总统未经州长允许就调动国民警卫队，这无疑是向各州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联邦政府可以随时越过州的界限，行使所谓的最高权力。这不仅是对州权的挑战，更是对美国联邦制基本原则的冲击。要知道，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可是明确规定了，未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归各州或人民所有。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宪法的边缘反复试探，甚至可以说已经踏过了那条红线。所以这两人互指对方要打内战，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一种警示。他们都看到了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也都意识到如果处理不当，真的可能滑向危险的深渊。但这内战的定义
在他们口中却又如此不同。特朗普认为是那些坏人和无能的州长会引发内战，而纽森则指责是特朗普的独裁和挑衅会点燃战火。这就像两个站在悬崖边的人，一个指着身后的路说，那才是深渊，另一个指着身前的路说，这才是绝路。作为旁观者，我们不得不批判性的思考，当政治人物把内战这个词如此轻易地抛出来时，他们是在理性分析，还是在煽动情绪？他们是在试图解决问题，还是在转移视线？政治的艺术本应是调和矛盾，寻求共识，但现在看来，在某些时刻，它更像是一场比拼谁更会激化矛盾的表演。从我的角度来看，洛杉矶这场风波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示威，它更像是一场关于权力边界、民众权利以及国家未来走向的深刻辩论。我们不能简单的归咎于某一方，也不能盲目的支持某一方。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在确保社会秩序的同时，保障民众的合法诉求，如何在联邦与州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避免权力失衡。这就像一场大戏，高潮迭起，但我们观众看得心惊胆战。希望这场大戏的导演们能够真正为国家和人民着想，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戏剧冲突，把国家推向危险的边缘。毕竟和平与稳定才是我们所有人最渴望的结局，而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情绪所左右，用批判性思维去审视每一句言论，每一次行动，才能在风云变幻中找到自己的判断。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A crime has he committed? I think his primary crime is running for governor because he's done such a bad job. What he's done to that state is like what Biden did to this country. And that's pretty bad. It's the wrong philosophy. Thousand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llegal immigrants, many of them prisoners. They're taking up your health care. They're taking up your space in schools. They're taking up your hospital. And in many cases, they're criminals.